我一直有一个座右铭：路是由人走出来的。每天早上4、5点就要爬起来，先去割了树胶，然后才去上学。打开新加坡的地图，我就问我同学，为什么新加坡的路还有派 PIE。全听你说。也许他很久没有打了，我就给他几个 drop shot， 哇，他讲哇好吃力啊，就 OK 哇，好强，他就不甘愿了，他就讲下一次我约你打乒乓。你又比他厉害。我心里想，哇，乒乓哈，我是霸王乒乓员，就跟他去打乒乓了，打乒乓、打篮球，他也会约我去跑步了。后来就很快就结婚了。然后之后你就自己创业了啊，自己创业啦，我也不敢说是非常成功啦，不过总是想去尝试一下。所以我打工了过后，那么就有这个机缘巧合，就有一位朋友，他是 architect， 他就说他有一个顾客要建工厂，他在找 engineer， 问我要不要。他也刚刚成立他的公司，刚刚出来，我就觉得不错啦。那么那时候我是30多岁嘛，我就回去跟我的丈夫商量，因为我的想法是夫妻俩要有其中一个有一个固定的收入，那么另外一个可以出去闯一闯。先问他先嘛，他有没有这个创业的这个想法？他说没有了。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脚踏实地、很保守的一个人，他说没有，他很满意他的状况。我说那你让我出来闯一闯，那就这样的，我就成立了自己的这一个咨询公司。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家人跟老公给你的后盾支持，对，所以让你可以勇敢的去闯自己的事业，开拓另外一片天地。可是那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下，进入你人生的另外一个20年，就是踏入政坛了？我出来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同学大家都很忙了，遇到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要去找谁呢？我就找来找去，我就找到新加坡工程师学会，那么我就去参加他们的会员。也可能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外向，比较很喜欢跟人家讲话谈天，很快的就加入这个工程师学会的委员会成员呐。那么就在那边慢慢的从委员会就变成工程师学会的这个理事会成员。那么我还记得工程师学会的理事想推荐我去成为这个nominated MP， 因为我们的制度有让工程师啦、会测师啦、律师啦、医生啦这些职业去找出这个 nominated MP，所以工程师学会的理事们要把我的名字呈销上去。那我就去问我的南大同一届的朋友 Inderjit Singh， 他当时已经是国会议员了。我就去问他的想法，他就跟我说 ：“Bihua, I think you can do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come and help me become my volunteer? Then later on, then I will put up your name for tea session。”就这样的，就有茶喝了。当你开始慢慢进入到政坛之后，那一切的环境陌生吗？你会害怕吗？不是害怕，我当时的想法，我不是在新加坡出生，不在新加坡长大，不过新加坡给我这个机会，我觉得是一种一个荣耀。那给我更加多的资源，更好的一个平台，那我可以帮更多的人，那么还可以改变一些政策，何乐而不为呢？那刚好那个时候，我刚刚动了一个大手术，我2006年从政2003年发现我中了大肠癌。讲起这个
病是怎样发现的？是我的这个常年身体检查，这个医生就跟我看报告，然后就问我你还有什么疑问？我就跟他讲，我时常啊，我的这个肚子的左边偶尔会痛，还有时候有很多这个气会把我吃下的饭粒有时候都会推出来，所以我就问他这边是有什么器官？他说有2个器官，一个是大肠，一个是 uterus。那么 uterus 是因为有做 ultrasound 了，所以大肠没有检查。我说那你就跟我做一个内窥镜啊，对，内窥镜检查，也顺便跟我检查胃，因为我一直以为我的胃有问题，因为我的父亲在66岁的时候就是因为胃癌就走了。那么照到的时候就发现到我的大肠的它的肠壁是凹凸不平的啊，有病变的，他就拿去检验。我就记得当晚大概是6、7点，傍晚的时候就一个电话来，医生就跟我说是大肠癌，就问我你要动手术吗？我说大肠癌当然是要动手术啦，所以就这样第2天就去动手术了。医生动手术出来，他讲哇还好是初期的，很多朋友都很惊讶。因为我平时是运动，对，因为养生，而且是3餐都要定时吃的那一种。那么我朋友说，为什么是你会患这种病症？所以我说，就是人生所要经过的这种一个考验吧。所以过了不久，叫我去喝茶，问我要不要从政。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对吗？啊，所以呢，给我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继续我的这个人生的梦想啊，人生的梦想。可是从政之后，你有这样的一个病变，你的饮食啊，你的压力啊，马上变了。我的饮食马上变，不是说大改变，不过这些煎炸的我就少吃了。不熬夜啦，所以以前我是很早睡觉的，从政前我是很早睡觉的，从政后就哎呀，从政的时候就没办法了。我还知道你第一次参选的时候，还在那10天左右的时间就暴瘦了5公斤。哇，对，那真的是压力大哎。但瘦几斤不算什么，是压力了。睡不着，因为那9天每天都要跑。因为第一次嘛所以要让人家认识我这一个初茅庐的政坛小娘子，所以每天就跑很多座，还要参加这一个演说，所以这个志气都很高昂的，回到家不会睡觉的。那第2天又早就要出门了，所以那9天就只是喝那个粥的那个水呀，所以瘦了很多公斤了。那我想知道，就是当你真的在从政，是在一个什么情况还是什么碰到你的偶像，就是李光耀先生，还是哎呦，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当然非常高兴的遇见他，不过我还是我自己了，我也没有说刻意的有什么准备啦，所以我还记得他有问我为什么要从政啦，我有事业，那么又有家庭，为什么要从政等等啊。所以当你成为一个走入了政坛之后，你的个人的形象就非常的鲜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你。敢说，然后很有个人的特色，包括你自己本身在国会的讲说，都是我们大家很期待的，就是很有特色，很精彩，很期待哈。对，我想问你怎么做到的？我从政的目标就是，我就是想要帮我的居民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当然，很多问题不是说你一提出来就能够解决，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是政策上的问题
那么有一些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这个budget 啦，都是很有限的嘛，每一个政府部门他们想做的这些项目，我居民提出来的，也许他不是他们想做的，所以就做不到嘛。不过我又认为，哎呀，这个居民要的是对的。就比如说我早期出来，我第一件事做的就是 barrier free access 无障碍的这一个道路走道，就是我去内呢，从一个地方，从他住家要去买东西，要去 bus stop， 要去地铁站，应该都是能够很顺畅的。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候原父访问的时候，很多居民就跟我提出来，哎呦，要过那个天桥很吃力，年长者他们讲膝盖痛，走上走下很麻烦。那么我就想，天桥是可以装电梯的吗？为什么不装呢？当时我就提出来，被拒绝。我还记得当时候的部长说，你的居民假如上不了天桥，可以走去那个交通灯过马路。我还记得他说只有30多米。我在想，哪有只30多米？因为我从天桥走去交通灯，还要过6道哦，3道加3道，然后再走回去。哇，我快点 text 叫我的联络所的职员快点去量一下。哇，老天助我也！当我问了那个问题过后，就是暂停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哇，我的联络所的职员去量了，回来跟我说100多米吧。哇，等一下再继续，下半场来了，下半场来了，我快点举手了，我就说，议长先生，谢谢你刚才给我机会啊，我已经叫人家去量了啊，不是30多米，是130多米呀。我想你们考虑考虑啊，希望部长考虑考虑建这个电梯啊，就这样1年讲，第2年又在讲，第3年又在讲，终于第4年他们答应了。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他们不要做啦，不过当时候他们是在做主屋的电梯，没有想到要做天桥的电梯。第4年他们终于答应了，那么义顺南是6个天桥的其中一个，哪里知道进行的时候又遇到很多问题了，因为你要装这一个电梯，就是在马路的旁边，下面有大水管，有电缆。那么我还记得这个PUB 说，假如你有了那个 lift shaft， 那么改次有这一个需要维修这个电缆啦、这个水管的时候，要怎样维修就有问题嘛。哦 ，OK， 你的考量是这个。我说没问题，我是工程师啊。对啊，我们想一个方案给你，就这样解决了。所以建了我们的这个电梯，义顺南的这个卡迪地铁站天桥的电梯是第一个完成的。是，所以渐渐的就越来越多天桥都有电梯，直到最近我在外面遇到国人，他就告诉我，哎呀，当我用这一个天桥的电梯的时候，就想到你。是，而且你造福人群、为民福利的很多一些建设，到现在很多地方也都非常方便。我们撰稿最感谢的就是盖了那个有盖走了对，延绵几公里，从捷运出来就哇，完全。我的居民跟我说，他的雨伞是没了，现在他想出门不用带雨伞了。而且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居民的一个异想天开，觉得不可能。或者跟你讲，但是你有听，你听进去之后，我觉得那些居民会觉得，哎呦，我跟花姐这么一讲，她在国会讲我的 idea 嘞，他们会很感动的，那就是为什么每次国会在进行的时候，我要很注意的听，因为有时候部长在答问题，虽然那个问题不是我问的哈，不过有时候是，我想到，机会来了，所以我就快点举手。所以有时候我的国会同僚都会作弄我，每次我们看到你举手，一定又是义顺南了。他讲有时候他们想不到我问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都能够提出来。
对，然后就要跟部长说，我有居民在这一座所遇到的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要讲故事，要让他知道，哎，这个是这个居民所遇到的真实问题。所以讲故事是花姐的一个标志性的，大家都很喜欢听你讲故事，就是你会把大道理变小故事，小故事中间有大道理。我还记得有记者们告诉我，因为每次国会开会的时候，他们都会在上面记者们会告诉我，花姐啊，到你演讲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醒来的。对，第一，你的声音很大声，很响亮；第二，我们在看、在听，有没有什么故事？对，而且你是每一次在国会之后最会被容易剪接出来的一个精彩片段。尤其现在近几年那个网络的那个视频，他们会自己剪得很好笑、很顽皮的，然后你的发言又特别的精彩。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个成果吗？一个效果？可以说是意想不到，因为我自己的目标呢是要引起部长的注意，然后希望为我的居民解决问题。所以那花姐，我想问你居民跟你之间的感情就很像家人一样很多居民都说你好像他们的亲人。有时候没有去咖啡店，1-2个星期没有见到我，当他们见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哇，花姐，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很想念你耶。”然后他们会把你当做家人，就是一些可能很小、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要来找你解决，时常都是会这样。你有没有接受过比较另类的一些问题？他们跟你讲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真的不是你解决范围？一般上他们都是需要有人倾诉的对象啦。有时候他们也因为一时不知道要找谁来讲，要怎样解决，所以他们马上就想到我。所以有时候我们听，也是很希望啦，能够帮他们。当然有些时候你很想帮他们，帮不了。我跟你讲一个 secret， 因为家里穷，不过因为要使到我的这个语文进步，所以我会买报纸来看。不过不是每天买，我是买一份，从第一面看到最后一面，看完了再买另外一份。那么以前的报纸就有这个读者信箱。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就当我自己是读者信箱的那个要回答的那个人，我会把这个困难写下来，然后呢，再把几个有可能的这一个解决方案也写下来，暂时不要再去想它，去做其他东西，等一下再回来再看你的方案1、方案2、方案3，你就觉得也许方案2是最好的。哇，我每次把我自己当成是读者信箱的那个大姐姐嘞，就是自己默默的在帮人家在理清问题。直到现在，小时候所用的这个方法，到现在还是有用的。就好像时间表，我小学的一个老师教我们编时间表，小时候很天真的每1分钟你都会写下来的然后当你在编时间表的时候，你就觉得。其实我浪费很多时间嘞，所以过后会想，我今天有这几个会议，要怎样的安排是最有效的啦。所以这个时间表到今天还是很有用的。有一些我的朋友有时候也很羡慕，或者是好奇啦，就问我，碧华你怎么能够一生多职的？那么你有什么秘诀？我就说就是 self discipline 因为我有时间表嘛，就有一个很良好的习惯对。其实这一点我也是小时候学过，长大都忘记了。对。那在你从政的这段生涯里头，你的时间很多时候都献给了居民，献给了国家。然后家人这一块呢？我又从政，又有一阵子也是新加坡乒乓总会会长，也有一个阵子我也是新加坡工程师学会的会长。那我也有公司要打理，那我也有家庭，
所以我是依它的重要性来排。国会议员的任务，居民的这一个事情排在第一，乒乓总会、工程师协会第二，然后才排到我自己的公司、事业，家庭。对不起，就要排最后了。但是现在你把家庭也放在蛮重要的位置，因为现在退下来了，现在是第4个20年了，就把曾经放在最后的那个家庭，把它放前面一点了。对对对对对。在冲刺的那几个20年，把家庭放在最后，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遗憾？人生我觉得不要说遗憾吧，过去就过去了嘛，你只可以从中学习，也可以说我也比较幸运啦，因为我的丈夫是100%的支持我，因为他看到我从政很高兴的，有很多正能量的，他都很支持。我的孩子，我从政的时候，他们也读了中学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比较可以放下了。所以呢，可以说是适合的时候从政了。我从政的时候都46岁嘛。刚才你说你把这个职位有放第一跟家庭的这个次序的话，那如果说我想问你关于你的身份，就是政坛人物、议员，老婆、妈妈、做人家的孩子，这些的分数你会给自己怎么样排列？哇，你要我自己打分啊？应该叫他们打分嘞。顺序吧，可能他的满分我们不知道，因为是对方。可是你自己觉得在这个顺序上，第一个问题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我认为我还挺满意的，因为我就是把我所有的这个时间心声放在第一位嘛。那么做母亲，我就觉得他们小时候，我都跟他们在一起很多时间了。后来他们读了中学，他们也要一些空间嘛，只要我认为每天早上他们要上学的时候，我都在那边亲力亲为跟他们拜拜拥抱一下OK。那么他们生日的时候，结婚纪念日啦，母亲节啦、父亲节这些主要的节日啦。那么我的母亲呢，我会母亲节我的前1个礼拜，一般上我都会去跟她吃顿饭，然后生日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跟她庆祝啦，就是礼物要到啦，打电话。那么以前呢，我是每一个学校假期会去探望母亲啦。你是说妻子，可能最被忽略的是我的丈夫啦，因为他要上巴萨，我们的孩子需要些什么他一般上是由他去照顾他们啦，所以可能这一方面的分数最低啦。怎么样可以在这样的婚姻当中维持这样的甜蜜程度？我认为是互相的信任，然后怎样的让对方快乐。我们结婚之前都已经讲好了我跟他说，假如你结婚是为了要找一个人跟你烫衣服，是为了要找一个人煮饭给你吃，那你就找错人了。我还是会要有我自己的事业，因为我还有我的娘家要照顾，所以我赚了钱，除了跟你分担家庭费用之外，我需要能够把这个钱拿回娘家了。他也答应了，所以他说他会分担家务，然后会让我做我开心的，就是我有我的事业。所以当时候我要出来成立公司的时候，他说他没有那个愿望要成立他自己的公司，我就出来成立我的公司。后来要从政，他认为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他就全力的支持了。会吵架吗？不同的意见是会有，不过一般上不会过第2天的。口角，我的丈夫很 cute 的嘞。有时候我生气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好了，对不起了，来去睡觉了。就算他没有错，他都先讲对不起。
哦，那真的很疼你，很甜蜜的一段很婚 cute 姻。的，很 cute 的。所以现在最后的你说几个20年嘛，退休的生涯20年，你希望把时间真的回归给家庭，然后花在自己身上。是的，是的。除了去陪妈妈之外呢，我很想去旅行，比如说我很想去阿拉斯加。那么阿拉斯加这么远，你飞到阿拉斯加去，你不可能就马上飞回来，所以我就想，假如我去到阿拉斯加，我就要去 Canadian Rocky， 所以可能就要3-4个星期，所以这个要等退休过后才能够去的吗？还有我有朋友去这个买机票环游世界啊，这个也是我的梦想，所以我就想退下来之后我也想去。所以退休下来生活还习惯吗？以前是一天24小时不够，现在可能多了12个小时出来，是自己的了，你开始面对自己了。起初的确是很不习惯，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后来我就慢慢的就改变了我的这个生活作息，那么渐渐的就有新的生活规律，就去运动。那么运动会有不同的运动啦，去快走，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大自然。没有去走的话，就会去健身房。年长者假如没有健身的话，我们的肌肉就会退化，所以我会去健身房。然后以前我有很多朋友的，那么14年都没有好好的跟朋友聚一聚啊。哇，现在我退下了，就很多朋友找我吃饭啊，打球啊。那么当然朋友群也包括以前的一些居民啦。所以我现在的行程，我的这个时间表也还是排得挺满的。退休也没有让你轻松到哪里去，就是花姐在去年退出政坛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居民舍不得的。然后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视频，就是居民要跟你表达说谢谢，就是在你那边的区的朋友都好喜欢你，他真的有话要跟你讲。谢谢你一直以来那么照顾和支持大家。感恩在这14年里你对一顺男的付出。我们知道你用尽了心力，用尽了精神和时间，为我们打造一个美好的一个一顺南，还有为居民党解决了很多大小问题，大家都很感谢你。大家都要你支持，要你帮忙的。你是我们一顺南的骄傲，谢谢你，谢谢您，我们永远想念你。哇，这个是我的铁粉丝，真的是铁粉啊！阿珍，这一群居民我认识他们。身为一顺南的居民，真的还有成为新加坡人，真的是很幸福，有您这样子的一个人物，把小市民的心声给带领出来。然后我也觉得今天我们节目非常难得，可以请到花姐上节目，看到以前的花姐跟退休后的花姐最真实、最难能可贵的一面。最重要的是，在这边要感谢你，在前面的几个20年，把它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居民。最后的这第4个20年，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把时间留给自己。然后只有花姐快乐了，你的居民就会快乐。谢谢，真心的喜欢你，祝福你。谢谢一顺南的居民们多年来给我的支持。谢谢花姐。然后我们这个是真的讲，是一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小礼物，谢谢节目制作组送给你的，谢谢。你可以打开来看，就是T-shirt是非常方便的，应该都是花姐的颜色吧？对。哇，你们看，我有新的衣服了。这个都是运动、休闲、日常，谢谢，都可以穿的运动衫。谢谢。然后希望你接下来的日子、接下来生活，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过出一个非常灿烂写意的退休人生吧。谢谢给我这个机会上你的节目，谢谢。人家总说我很凶嘞，所以第2次我演讲我就小声一点。我的很多国会同僚就回来跟我说：“哎呀，我们还是比较喜欢你的那种原本的演讲。”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